我们在一起6年了，现在有2个宝宝。对，现在我们在怀第3个宝宝。第3个宝宝。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奇。我是 Neil， 我们的账号是猪妈很酷，在各大平台可以搜得到的。3、4年吧。3、4年，得有3、4年，因为就是这方面的信息，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头一次去寻找，其实也是用了很多时间才确定下来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可能性格原因吧，当我们知道确定这个可以做 OK， 那我们就立马就去做了。对，所以说我们从开始实施要宝宝到就是宝宝出生，就是还蛮顺利蛮快的，就是正常的就是10月宝宝就出生了。痛并快乐着。对，但是看宝宝一天天长大嘛，其实还是蛮有成就感的。累的那种记忆可能会比较短暂。现在你让我们再回忆前面2个宝宝，就是月子里的那种状态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回忆不起来了。看我们都勇敢的生3胎了。对，可能也是我们这2个宝宝对我们来说，我们觉得好像带起来还好吧，对，所以我们可能才敢生第3胎。另外一点，为什么我们要3胎？为家庭稳固。对，就是为了家庭稳固。他跑了怎么办？他也没有任何牵挂就跑了。但是因为我有3个宝宝，然后这3个宝宝有血缘关系的话，就没有这么容易跑啊。对，还有一个就是，我比他年长一些嘛，因为女生的生育期就是很短嘛，她怕我过了生育期之后再想起来也干这件事情，所以说就把想要后悔的可能会后悔的东西，如果有能力就提前把它给搞定就好了。对，我们想反正也能养得了，2个也是养，3个也是养，那就要了。这样的话也解决了他害怕我跑的顾虑，又解决了我未来可能会后悔的这件事情。那想那这个账还是划算的，我们就干了。把我爸妈给引入了我们这个家庭生活。本来是我们2个人，还有猫狗，然后后来因为要带宝宝嘛，我爸妈介入了我成年以后的生活。这中间可能会有摩擦，对，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说相亲相爱一家人嘛。对的。其实孩子可能真的润滑剂，对，会是就咱们成年人之间的那个润滑剂。完了，彼此之间好像包容度也会更大了，因为大家都希望孩子更好一些嘛。假如说有一些可能关系比较火药味的这种，其实也不用担心，有一天某一件事情可能就会把这个关系给融化了，因为毕竟都是自己的亲爹妈，都是自己的孩子嘛，谁都希望对方是好的。因为他要平衡我的情绪，完了他父母的那个情绪，就是其实可能他会是中间那种可能会受一些夹板子。因为平时是他和我妈妈就是还有带孩子相对多一些，然后我妈妈就跟我爸爸说，你看2个外星人在这边做牛做马。对，就是有一种被看到吧，他可能就是一句话，就是可能是玩笑呀或者什么，就是他妈妈说这句话也让他和他爸爸看到了我们在做什么，完了他妈妈说这句话我也能感受到他妈妈也看到了我在做什么。其实很多事情只是被看到就够了，都不用有什么真正实质性的回报或者是什么，不需要的。其实有的时候被看到也是也足够了。如果说一定有冲突的话，可能就是对孩子的那种细致程度上，因为就是老一代他会精细一些，非常仔细，对，很仔细。那我就会认为好像没有必要那么仔细，就是差不多就行，反正孩子舒服就行，就不用去规正孩子一定要怎样，反正也是在磨合，就是我在接受他精细一点，那他愿意精细就精细吧。完了，他也在接受有些地方稍微大条一点，他也轻松一点。就是也是放过彼此吧。对，因为还有一个很现实的东西，我们陪孩子的时间会比他们要长一些，孩子走的时间比我们还要长，所以我们不能给他太多的限制。就我们现在的认知可能跟将来他们面对的那个社会的那完全不一样了，就不能让他们太老化嘛，因为毕竟我们要孩子比较晚。如果我们是20多岁，80岁，对啊，我们要是20岁，我可以跟孩子一起走很长。但是像我们都40，他快40，我40多了，就是你像我用我的思维去控制孩子，我觉得对他太不是很长久来说不是很好。
17年，我们17年认识，从外面捡回来生病的小猫咪嘛，捡了2只，一直身体卖猫粮的啊，对，他是卖猫粮的嘛。我是看到我以前的同事发了一个链接，没想到那个后边的卖家其实是他，完就这样认识了。然后我本来一直以为她是个50岁准备退休的阿姨，因为她的这个生活习惯是早睡早起型，他以为我是一个50几岁的阿姨。对，他和他的前女友出去玩，然后发了个朋友圈。没有出去玩，我们是出差，反正出去了，对，去国外了。对，他才发现啊，原来你这么年轻啊！先看了头像，然后我问他，我说这是你自己还是你孩子？他没有说他自己。我想，这不是个阿姨吗？怎么这么年轻？他2年一直以为我是阿姨，然后我就直接问他，我说你是不是那个娜娜？然后他说他是的。我说你怎么这么直接的回答？我说我都不知道怎么接话了。对，我一般能问我的基本上都是知道答案的，那我也没有必要去那个对确认一下，那我就满足对方的好奇心了。那可能才是我们开始，后面就很快，像19年，就是过年那前都关在家里大概1个月嘛，完了之后我们就开始买房子，准备生孩子。就说我其实是属于一个可以接受型的，就是说对方生孩子我从来不会反对，完了你想干什么我基本上都会支持，但是我没有想过自己生孩子，就是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我可以去帮对方养育孩子，我是没有问题的，我对血缘没有那么在意的。和他在一起，他为我这方面考虑了，我想那 OK， 我既可以满足我自己，又可以满足你的那个顾虑，我觉得那这个事情好像一箭双雕，那就值得干，就干了。我觉得其实疫情可能对于中国大部分人来说，甚至说对中国来说，都是一场还蛮大的灾难的啊。但是我觉得这个疫情对于我们2个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突破。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因为他做猫就是猫用猫粮这些嘛，我们在过年的时候，那个是过年的头一天，整个就所有的几乎城市全封了嘛。但那个时候，因为他做的这个是这个买卖，就是小猫小狗会要用的东西，但是那个时候的存积只有7天的那个时候其实那时候很严重，是会死人的嘛。我们每一天从初1到初7到15，每天都在发货，因为除了赚钱以外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不发，可能就会有一些猫呀狗真的没有吃的了，或者是有一些特别是用药的那种，就是药品类的，那就是这个过程我觉得他还很有正事儿，而且就是还比较有担当，因为我们每接触的一个快递员都是一个风险源呀，但是还是得干，因为这个不是说你要赚1块钱还10块钱的事情，而是说你不去做这件事情，可能就有一条猫一条狗就可能就没有了。所以必须得去做。我觉得这个事情，这么生死的事情都能一起担。其实，那你说买房子，无非就是说咱俩分手了，这房子是你的，那也无所谓，钱嘛，再赚嘛，对吧？然后说生孩子，反正多出来一个人有什么不好呢？不管你是什么关系，这孩子还是在的，他没有消失就可以了呀。所以想想，这反正干什么都不赔嘛。我们俩很乐观，就是我们俩可能脾气不太一样，但是我们俩都很乐观，就是遇到就是这种，包括被炸号这种事情，对吧？我们俩算再来吧这种。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走了很多弯路，所以说如果说有一些就是需要我们这种就跟我们这种路差不多的人的话，有这种需求的话，他看到了我们的这些分享，可能会给他节省时间。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时间很珍贵嘛，就是说我们给你一个大概一个概况的作业，你至少你往上端，你能超个7七8八，你也能拿到一些结果，而不至于是像我们一样，我们就是闷头自己去趟路，其实走了很多弯路的。完了还有一种就是能给一些人希望吧，因为有希望才会有做事的动力嘛。我觉得希望也很重要的。就是从你开始做到你能做成，可能是1年，可能是2、3年。就是他不是说我今天说我决定做，明天说这事儿我就已经差不多了。但他不是这么快的。这个是需要精力、需要钱、需要时间的。但是我觉得能给人一种方向性的，我觉得其实我们被炸的这个号也值了。还是很有就包括也有人跑到他面前说：“猪妈，我好佩服你啊！”这样的那个对。
所以说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还需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就可能是3年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对，他看到了我们的生活，可能从我们小孩从月子里头一直到长大啊什么的。你要不要生一个孩子，你很纠结，但是你10年以后，如果你这孩子出生了，长到10岁的时候，就不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很多时候都是把没有发生那个事情给扩大了，就是而且扩大的都是它有害的那一部分，但实际上你真正走过去回头，好像以前那也不是什么事儿，或者是你现在估算的这件事情，可能我要100万才能完成，但实际上你过了5年，你会觉得当初那100万也不值钱呀，我早知道我多搞2个了，就是这种感觉了。把困难扩大了，把你真正能够得到的那个收益和价值，其实就给忽略了。今天早上我们在酒店的时候讨论，就生孩子到底是不是亏本的买卖？是很多人把价值和价格搞混了。因为你生孩子，你确实有成本，就是成本是可以估算出我养一个孩子，对，从他要他到他，好比说3岁，我要大概花多少钱，你是可以估算出来的。对，但是就忘记了，你就忘记，或者是你把那个价值低估了。对，所以最后导致说，可能我就是一缓再缓，或者是最后我不要了。那你想现在的互联网这么发达，其实你想获得资源就很简单，只是说有没有人愿意和你分享资源。对，我们想，我们这么费劲巴拉，搞到就是不说结果有多好吧，但至少我们很满意，我们奋斗了，我们去做了，我们能拿到一个自己觉得还满意的这种，我们想分享出去，也是这种初衷，就是说让大家日子都过得好一点，就是整个社会氛围也会好一点。我觉得就是一个生命的延续性吧，就怎么说一个推力，是因为我奶奶过世了，然后我是我奶奶带大的小时候，人家说人有几次死亡嘛，一次就是说就是你肉体的消失，还有最后一次死亡是所有记得你的人他都不在了，就是你最后的一个就是死亡。那我想说，我知道我奶奶。那如果说我没有小孩，其实等我如果不在这个世界，就没有人知道我奶奶是谁。那只有我有小孩了，我能跟他讲啊，你太奶奶是什么样子，怎么样的一个，他可能会跟他的孩子讲，那至少说这个就延续下去几代。所以说，可能这是我自己一个比较直观，说你生孩子就是抛开一些什么传宗接代，我觉得可能是一种就是你想通过这个孩子连接你和就是过去和未来的一个感觉。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感觉，我就比较浅显了，我就觉得将来万一有一天我不在的话，我当下的就是肯定会留下一些猫猫狗，总归有一个靠谱的人管。还有一点，我觉得可能我们养的孩子不一定能有多大的成就多成才，但是我觉得我们至少不会我们的孩子不会作恶，我觉得就是一种贡献吧，因为总归是要有人干活，要有人去建设嘛。那我既可以把我的猫狗托付给我的后代，他又可以去建设，完成他自己的生命的那种你说使命也好啊，意义也好，我觉得至少不是个恶人。就是这一点，我觉得我们还挺有信心的。我们家现在3条狗。猫的话好多只。都是捡的。对，就是陆陆续续，但是光10几岁的大概都有10来只，也有往生过的嘛。就是也经历过了这种生生死死，从这个猫的这个生命状态来看，所以觉得好像还是要有一个，就是孩子作为我们这件事情的托底，因为总归要有人去管这些被抛弃的生命嘛。因为我们拿到就是香港身份嘛，就想那他们兄弟几个生一个港宝，总归是一个地道的香港，落地就是香港人嘛。就是总归会把他哥哥姐姐后面的，假如说再有弟弟妹妹啥，总归能拽出去嘛。就是说一人升天，对吧？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对，就是这种，就是也挺传统的想法啊。反正就是总归这个孩子能把其他人能拽到更好的一个平台上去。这就是说在现有的状态，我们不敢说我们将来发展会有多好。因为我们毕竟也都是中年了嘛，但是我相信小孩的前途是无量的。对。没有明确的讲，没有。我们在家里头的就是称呼上来说吧，其实很多人会那啥，会问怎么叫，就是她是妈妈。就是问我就叫猪妈，包括我们就是第3个孩子，他出来之后，我们仍然还是这种，就是延续和他哥哥姐姐的一样的叫法，
包括问他的爸爸妈妈叫爷爷奶奶呀，因为我们想他们3个的称呼是一样，他们不会混乱，其实就还好了。对，我们叫什么其实无所谓的。对，对，就是每个角色好像都知道自己的角色是什么，要干什么。对。所以既然没有经历过一个讨论，也没有经历过，对，就没有经历过出柜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态度就是，你知道了就知道了，你也没问我。对，你又没问我，我为什么我好像也没有必要说这个事情呀。对，就是正常过日子，就这样正常过日子，也没有，就我们感觉就是说，反正关上门过我自己家日子，你管我家里边的鞋垫是什么样的呢？我觉得他父母其实还挺开明的。他爸爸是985的。你想想很聪明的，他应该早就知道他女儿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从来不会捅破这个纸，可能这也是一种彼此的保护吧。我觉得应该也是，而且其实像他们现在更关注的是他们的孙子孙女，根本不管我们是怎么样的，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对，因为我们公众号都是他外婆还来点赞呢，外婆会来点赞。对，还有他妈妈的一些朋友啊、闺蜜啊、阿姨什么的也都会来点赞。但是他们可能也是觉得你2个女生在一起也没什么的。就是你们是好姐妹。其实真正关心你的人他可能就关注你只要过得好就好了。对。如果想看你热闹的人，他想看的就只是八卦的那一面嘛。对。所以也不用在意。所以没有这么多那个。对，就包括我们视频号啊、公众号啊什么，他们都能。这样说吧，就是我们不演戏，他们就没有戏可看。会告诉他真相。会告诉他真相。对。都告诉他说，你其实也不是没有爸爸，你是有爸爸的，只是说因为我们自己情况，就我们不生活在一起，但这跟你没关系。你要知道，爱这个东西不一定是用称谓，比如说爸爸妈妈这种，就是家庭可能组成结构不一样，但是爱其实就是说，有些家庭可能他爸爸妈妈、外婆、爷爷奶奶都有，但是没有人爱他。但是有些家里可能就只有一个妈妈，或者就只有一个外婆，但这个人很爱他。那你说哪个更幸福一点？所以说，其实你还是用爱的厚度来决定说这孩子幸不幸福。那我觉得说他们俩挺幸福，他们俩首先有2个妈妈，然后就包括他爸爸妈妈也知道这2个小孩。然后就包括我爸爸妈妈，还有就是我们家一些亲戚也都知道他们2个。然后我一直跟他说，我觉得这2个小孩就像诈骗一样的，就是亲戚们什么也都没看到过，也都没摸过，然后红包就已经送过来了，就像诈骗一样的。我就拿2个小孩给你们看看视频，来红包掏出来就这种状态。而且他们2个人已经有就是姐弟2个嘛，然后再加上现在第3个嘛，所以说他们也有兄弟姐妹。就是对，就是我们那天还说我们以后出去得买一个7人座。对，就是出去一家门浩浩荡荡的拉出去这种的，就是这种，其实你知道，在现在一个就是家庭是一个就是越来越缩小版的一个情况下，其实你有这么样一个大家庭，其实挺不容易的了，已经，基本上就是3口4口之家。最多5口之家，这样很少，很少。一般你家里就3口之家。对。那时候我们家能够拉出去拉一车人出去吃饭要吃圆桌这种的，就是其实真的很少的。对，而且就是孩子多嘛，其实他也可能他根本就不问这个事情。因为他已经忙的玩的都已经没有时间管这些东西了。或者是他们，你说至少3个孩子，姐弟3个人，就是说他们这就是一个小团体，可能就很坚固。他们可能自己讲别人家的八卦也保不齐的，所以说，我们也不猜测他。如果他问，我们就会告诉他真相，就是因为纸包不住火，也没什么可包的。而且现在的孩子，你像他从小不点儿的时候，就是手机他就可以这样去搞。你想想，他们获取知识的渠道太多了。他们玩手机比他们形成3观还要早。对。所以说，你跟他们讲这种，他们骗不了了。对。如果有人会问我们，就包括我们也会遇到有一些就是过来就加我们的人，也会有很纠结的一些问题，我们就会跟他说，那你这个问题，你这个本质是什么？就是你得知道你的本质才能去解决这个问题。包括很多人会担心说，我单亲，就我自己一个人的精力可能不够。那你其实你就把你这个原生家庭扩大到你父母。如果是一些独生子女的话，其实就等于是和你父母还有这个孩子其实是一家了。所以就是说，这个每个人其实情况不太一样，但是总体来说，其实说你想不想要小孩？对，你想不想要是核心。如果是钱的问题，那你就好好赚钱。如果说你是心理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得自己去归拢。
你为什么觉得说你很犹豫？就是你犹豫，其实一个就是精力和一个心力，还有经济的嘛。就是你这种，如果说你精力的话，那你就看你有没有办法让家里人帮你搭把手，或者说你能不能请阿姨，就是你能不能稍微松弛一点，让别人也够就是能够介入到你的这种育儿的生活中来，给别人帮助你的机会。对，然后如果说你金钱这个问题的话，就是说你就得自己去努力了，就趁着年轻多赚钱。不管要不要孩子，都要努力赚钱。对。然后如果说心力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说很多东西就是你不要提前焦虑，不要贷款吃屎。因为我觉得其实你养孩子这个事情，你只要把自己身体养好，你把孩子健健康康的弄，就是他到18岁他成年啊，就这个时候，其他的很多东西其实当下不要贷款吃屎，以后其实都不是问题。养孩子可能不是最难的，你要孩子的这个做决心是比较难下的。